Hello 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胖妮继续扒《甄嬛传》，剧中浣碧为了自己的前途背叛甄嬛，被甄嬛识破后，姐妹相认。当时觉得甄嬛也太善良了吧，轻轻松松几句话就让浣碧回头了，对浣碧没有苛责，也没有教训，甚至还上演了姐妹相认的感人一幕。可胖妮心中却萌生出一个疑问，为何甄嬛不早早和浣碧相认，而非要等到她背叛自己之后才告诉浣碧真相呢？想清楚之后，才知道甄嬛这样做的高明之处。甄嬛可不是单纯的善良那么简单，她最厉害的点是不仅深谙人性，还懂得深谋远虑。她能够笑到最后，也完全得益于这一点。时机不对，贸然相认只会害了浣碧。甄嬛在入宫前夜得知了浣碧是父亲与罪臣之女和绵绵所生，知道浣碧身世后，甄嬛并未和浣碧相认，还决定把浣碧带入宫中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甄父和甄嬛都知道宫中凶险，为何还要让浣碧进宫呢？如果早日相认，在宫外把浣碧收作义女不好吗？一切只因为甄父和甄嬛都太清楚其中利害了。虽然甄父对浣碧心有愧疚，但作为父亲，他还是希望浣碧有个更好的前程。进宫虽然有风险，但同时也意味着可能有更好的出路。而如果贸然相认，对浣碧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。首先，皇上的妃嫔突然多了一个妹妹，朝廷命官突然多了一个女儿，势必会引起外界的注意。如果有好事者细究此事，浣碧的身世秘密极有可能被抖出来，到时不仅甄嬛进宫会受影响，浣碧的小命也难保，再严重点，甄府满门都会被牵连。其次，贸然相认会让浣碧有很多不切实际的想法。后面的剧集有提到过，浣碧在家时虽然是侍女，但她的吃穿用度都比别人要好，有时连甄嬛都让着她，把她宠得跟二小姐一样。加上甄父和甄嬛都很清楚浣碧的秉性，浣碧本就心比天高，作为侍女都已经如此特殊了，要是成了小姐，肯定会更加张扬。但浣碧自己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，她甚至抱有一丝妄想，如果甄嬛进宫了，她说不定可以成为二小姐。入宫前，浣碧问刘珠想不想进宫时，就透露过自己不想入宫的心思，美其名曰是想留下来照顾老爷和夫人，其实是希望自己能被甄家承认，做真正的二小姐。但当时浣碧作为丫鬟，既没有见过大世面，也没读过多少书，以她浅薄的见识和浮躁的心性，面对突如其来的锦衣玉食，不被砸晕就不错了。那时的浣碧既没有小姐的心理素养，也没有小姐的能力才貌，根本就担不起二小姐的身份。有句话说得好，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人在能力没那么大的时候，野心过甚，只会徒增自己的烦恼；而德性没那么高时，拥有骤然而来的荣华富贵，只会摔得很惨。所以贸然相认，只会害了浣碧。逆境时雪中送炭，好过顺境时锦上添花。进宫之后，甄嬛未得宠之时，浣碧还算安分；得宠之后，浣碧渐渐有了二心，就连锦汐都看出来了，更何况是与浣碧朝夕相处过的甄嬛呢？浣碧的一心主要体现在两件事上，一是自认为是大理寺少卿之女，身份比安令荣尊贵，家世比安令荣显要，所以对安令荣得宠愤愤不平，还多次出言冒犯顶撞。甄嬛多次提点她要谨言慎行，但她只是口答心不应。二是多次在皇上面前表现自己，在甄嬛和皇上单独相处时闯入，用宽口盆养荷花展示自己的巧思，又在甄嬛陪皇上用餐时，打扮得花枝招展，想博得皇上关注。这时的浣碧完全忘却了自己有个罪臣之后的母亲，只记得自己有个大理寺少卿的爹，加上甄嬛胜券正浓，整个碎玉轩的人都跟着风光。所以对于浣碧来说，这正是她的人生顺境。这时甄嬛如果和浣碧相认，对她好言相劝，让她不要接近皇上，不仅无法阻止她做蠢事，还可能会让浣碧对甄嬛心生怨恨，让她以为甄嬛见不得她好。就算此时浣碧能理解甄嬛的良苦用心，姐妹相认也不见得是好事，因为这就等于替甄家间接承认了浣碧的身份，她会因此而更得意。人一得意，就容易被眼前的繁荣景象迷了眼，而对潜在的危机视而不见。
而当浣碧背叛甄嬛被发现后，他的危机一一浮现了出来。甄嬛一通分析，让他明白了，他的行为不仅会害了甄嬛，还会让自己性命难保，甚至连累甄父流放宁古塔。这时浣碧不得不重视起来，他从未意识到自己的行为会造成这么严重的后果。不管他之前多么想飞黄腾达，在弄清利弊后，他是真的怕了。这时甄嬛的做法真的很高明。首先，她并没有降罪于浣碧，甚至连小惩小戒都没有，而是承认了她这个妹妹。这不仅解除了浣碧的危机，也让一直有二小姐情节的浣碧来说有了莫大的安慰。此外，甄嬛表示自己和甄父心里都想着浣碧，说带她进宫是方便将来帮她寻个好人家，如果把她留在甄府，将来顶多嫁给一个小厮。这让浣碧感受到了极大的重视。最重要的一点是，甄嬛帮浣碧了却了最大的心病，她承诺会让浣碧的名字上族谱，让她母亲的牌位进甄氏祠堂。甄嬛的一系列操作不仅救了浣碧的命，还收了浣碧的心。这一切都得益于她对人性的把控，人顺风顺水时是很难听进去逆耳忠言的，甚至还可能对进献忠言的人恩将仇报。而对于帮自己锦上添花的人，顶多也只是当时感动一下，但这份感动很快就会被时间冲淡。但对于在逆境时给自己雪中送炭的人，人却会铭记一辈子，甚至会将这份恩情化作细水长流的回报。看得长远，才能走得久远。还有很容易被忽视的一点，甄嬛是高瞻远瞩的人，在浣碧背叛自己一事败露后再相认，是具有长远思维的一步棋。甄嬛对浣碧说过一句看似不起眼，但却颇具深意的话：玉娆年幼，家中又没有儿子，能够依靠的也只有咱们姐妹了。这句话有3层意思。第一，玉娆羽翼未丰，暂时还没有能力振兴甄氏一族。第二，家中没有男儿能考取功名，想靠走官路兴旺家族是行不通的。第三，甄嬛对浣碧是具有期望的，她不仅希望浣碧能和自己相互扶持，更希望浣碧能嫁个好人家，一份好姻缘带给家族的助力，并不比封侯拜相差。所以说，甄嬛选在这个时候与浣碧相认，是很高超的一步棋，既瓦解了浣碧的一心，收获了一个忠心的姐妹，也为光耀母族甄氏赢得了一份力量。虽然甄嬛一心想对浣碧好，但她并没有只着眼于当前的利益，而是选择合适的时机再相认。这份长远的眼光，让她既赢得了浣碧的忠心，也保住了甄氏的荣耀。这件事也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，于自身，要想承得起皇冠之重，必先练好自身能力，修好自身品德。于别人，要想真正帮助对方，就必须选好时机，否则容易造成生米恩，懂米仇的结局。于生活，要想一辈子过得好，长远思维少不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